本集含金量堪比付费集内容，欢迎分享、按赞、收藏哦。字不好看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方法的问题。嗨，我是君宁，欢迎来到我的写字教学频道。你有写不好字的困扰吗？明明很认真写字，可是写完之后却还是觉得不够漂亮。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调整改善字体？这集影片就要提供你很好的方向和想法。改善字体不要急，要先了解字体笔画架构的原则。了解架构原则，在书写时也会有凭有据，字就容易写得好看哦。你可以花更少的力气达到你想要改善字体的目标。学习很重要，跟着君令一起在频道中学习吧。以下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非常重要，它绝对可以帮助你快速的改善字体。建议大家把这则影片点赞收藏，并且反复观看哦。那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调整改善横画上扬的角度。试着调整字体中的每一笔横画的角度，让它略带上扬的感觉。如果以科学一点的估计来算，这样的角度大概是几度呢？大概是15度左右。我们看一下画面上左侧的书跟右侧的书，两个书的感觉差很多吧？它们最大书写上的差异就是横画的角度的处理的不同。所以我们只需要稍微把横画的角度做一下调整，字体就立刻开始有了不同的转变哦。像这样开始调整，把横画上扬，字体就马上有了改变。第一个技巧就已经很神奇了。那我们要再继续跟大家介绍第二个技巧。第二个技巧是保持笔画之间的均间等距哦。笔画之间要保持均间等距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笔画在书写时，两笔笔画之间的距离要尽量抓的一样，这样子在字体中的留白才会以较均等的状态被切割。像这样子横画书写等距，像这样子竖画书写也要等距，下方的点画书写也一样等距，这就是笔画之间要均间等距安排。笔画若不均间等距安排，那么空间上面的配置就会变得很凌乱哦。这边空间大，这边空间小，这边笔画很靠近，这边又松散。这两个点距离太近，这样都会让字体在视觉上面呈现一种凌乱的感觉。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等距均间的笔画到底该怎么处理。我们就以刚刚寺庙的寺来做书写。首先我们先下一笔为上扬的横画，接着再下一笔的竖画，在竖画的底部我们下另外一笔的横画。好，这时候横画之间的距离我们就已经定位出来了，用第一笔跟第二笔之间的距离去架构第三笔横画的位置。这时候呢，我们抓差不多的距离，然后写第三笔的横画。接着我们把竖钩写完，在比较靠近上方的地方我们下点画。那我们再回头观察一下横画之间是不是有达到等距呢？这边的距离跟下面的距离大致是相等的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笔画之间的等距安排哦。那重点诀窍是什么？重点诀窍是你要看着前方产生的空间去抓后方笔画的空间。再来我们要进入第三个技巧的分享。第三个技巧是拉长字里的其中一个笔画，制造字的主笔。把字的其中一笔拉长，字体的呈现会更有重点。那我们通常会抓笔画中的哪些部分当做主笔呢？主笔大概有10大部分，分别是横画、
撇捺、竖画，这边的斜钩，这里的错步，或者是点画，或者是握钩，还有竖钩的部分也经常成为主笔，竖曲钩也很常被拉长变成主笔，年部或者是点横钩这个部分也很经常被拉长作为字体中的主笔。同一个方向，我们会抓一笔的笔画当主笔，像画面上的君，上方的密部跟下方的横画几乎一样长，这样就分辨不出谁才是字体中的主笔。所以当我们把上方密部延伸时，我们会把下方的横画写得比较短一些，这样子才能去凸显上方密部的存在。比较一下有主笔存在跟没有主笔存在的字体，你是不是觉得有主笔存在的字体在笔画的延伸上面感觉比较伸展到，那没有主笔存在的字体在笔画的部分就会觉得伸展不开来？枣字是伸展斜钩的例子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伸展撇捺的例子。撇捺是气势很强的笔画，因此遇到撇捺时，几乎都会成为我们伸展主笔的首选。把撇捺伸展跟没有伸展撇捺，在视觉的效果上就差很多。右侧的之看起来就像是没有手脚一般，非常奇怪。左侧的之在字体的呈现上就优美很多。Ginny每一集的影片都很用心拍摄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，有人因为我的影片而改善自己的字体吗？你可以透过下方的留言栏告诉我哦。接着我们来谈一谈笔画间的避让关系。像我们画面上方的雨字是由言跟无两个部件所组成的，言跟无各自都有很多的横画。当这两个部件在组成字体的时候，如果依照自己原本笔画伸展的长度下去书写，那么笔画之间会不停的打架。我们会切掉言部右侧的笔画，切掉无这个部件左侧的笔画，切掉这两个部分的笔画之后，两个部件就可以互相靠近，在组成语字的时候就能结合得更加轻松。而避让原则实际上操作的手法，就是君令经常在影片中跟大家分享的隐形墙的概念。墙壁在这里，左右部件两侧都不超过，所以我们在书写言部的时候，所有下的横画到这堵墙前就会停下来，每一笔横画都停在这堵墙前，那么我们左右部件就可以安置在各自的空间里面，互相不打扰哦。言部我们书写好了，我们在写旁边的无的这个部件的时候，笔画也都不会超出我们的隐形墙，那么它们就不会互相干扰，因此在笔画的安排上就可以各自安好在各自的区域哦。这是长横之间的避让。部件中如果有长横，那么两个长横之间要互相避让。那么部件中如果有撇跟捺，也要互相避让，所以要各自缩短自己的笔画。那我们就切掉这两个部分，再让这个部件重新合并，就会变成你右方看到的这样。这时候我们隐形墙的概念就非常的好用，记得所有的笔画都停止在这道墙之前，就不会去互相影响跟干扰。那么捺跟横之间也要互相避让，所以捺画缩短，横画切断，就会成为像现在你画面上看到的针这样子的书写方式。而横跟撇之间也要互相避让，因此横画的部分做缩减，撇画的部分也加以缩短，那么我们两个部件就可以像右方部件一样紧紧的凑在一起了。大家听完前4个分享，有没有觉得得到一些收获了呢？赶紧帮影片按个赞，订阅这个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分享影片给需要的人吧。那我们就进入第5个概念分享。第5个概念是中宫的部分要紧缩，我们要尽量把字体笔画放在中宫的位置，
这样字体看起来会比较紧凑。字体紧凑，那么结构上面就会不松散，看起来字也会比较好看一些哦。那么中宫的部分到底要怎么做，字体才会紧凑呢？我们就来实际操作给大家看。我们就用画面上方的这个固字来做举例。这个固字的中宫其实是有些松散的，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笔画上面的调整，让它呈现更紧缩的状态。首先我们把横画的部分稍微下降一点，接着竖撇的部分往右侧移动一些，再来口部结构让它上大下小，右侧隐形的墙要记得这个概念并且应用出来。接着我们写竖撇，竖撇往中间靠拢，横画略带上扬的气势，接着竖撇的部分在横画的中间往前竖撇，这时候撇画可以穿插到骨字的下方。接着我们要下捺画咯，捺画的部分我们会从撇的结尾这里直接拉出，然后往旁边做一个捺画的延伸。你看这样子的固字跟刚刚的固字是不是在中宫的部分显得紧缩多了？基本上前面5个概念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改善你的字体。那么第6个概念，重心的原则，可以帮助你更妥善的安排字体的架构哦。影响重心的因素包括笔画间的距离、笔画的长短以及笔画的斜度。距离越远，它的分量越重；笔画越长，分量越重；斜度越斜，分量越重。那么有几个重心的原则，我们可以大致应用在自己的书写上哦。首先，重心在上比重心在下来得好。我们把笔画分量最重的位置放在上方，呈现出来的效果会比把笔画最重的位置放在下方来得好看。所以如果在一个字里有很多的横画，或者是有可以选择拉主笔的选项，你可以把主笔放在上方，比把主笔放在下方来得恰当哦。重心在上优于在下，那么重心是偏左好还是偏右好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下左边的重字，它的竖画下笔的位置偏左侧，所以它的重心偏左。那么右侧的重字，它的竖画下笔偏右侧，所以它的重心是偏右侧的。那重心到底要偏哪一边，会在书写的效果上面比较好呢？看一下左侧的重字，我们的字体本身有一个斜度是为上扬的，字体的重心又偏左侧，这时候字就整个往左侧倾倒，所以我们会建议把重心往右移，像这个样子的重心处理就会比较恰当，所以重心偏右又优于偏左哦。接着我们来应用刚刚分享的1到6个原则，书写黄金的金这个字。首先，第一笔跟第二笔的撇捺，我们让它长长的伸展，制造字里的主笔。接着横画的部分，我们让它微微的上扬，制造字的斜视。再来重心的部分，我们让它略微右倾，让它重心偏右。再来横画等距的部分，上端横画的距离大约是下方横画的距离。点画、撇画完成之后，我们再拉一笔的横画，让它距离差不多相等，让所有的笔画都收紧在中宫的位置，让中宫紧缩。接着我们如果把金这个字的右侧部分全部切除，就可以利用隐形墙的概念，再去跟其他的字体做不同部件的组合，像是这个样子。这一集真的是满满的含金量，君令把很复杂的写字概念用很简单易懂的方式分享给你知道，希望你也能感受到我们制作影片背后的努力。
除了上面说明的6个技巧外，其实在字体中还隐含着指引笔画放置的线索跟依据。这个就是第7个很重要的技巧，这个技巧就是字体里的隐形音架。这个神奇的音架可以帮助字体用最棒的方式去摆放笔画。你可以看着前面的笔画给的指引，后面的笔画书写时就能够安稳的放在最恰当的位置。用第1个笔画去引导第2个笔画的书写，用第2个笔画再去引导第3个笔画的书写。看着前面的笔画，后方的笔画摆放全都有凭有据。这个隐形音架的概念，其实君琳在之前频道的影片中都经常提到，学习灵敏度高的朋友应该早就感受到咯。仔细回想一下各个影片的内容，试着去体会我所说的神奇隐形音架吧。希望你喜欢我的分享，也希望影片的内容有帮助到您。练习的过程中，如果你有遇到问题，也欢迎在留言栏处提出哦。最后，君琳想问问大家，有谁想改变字体呢？想改变字体的人，请在留言栏处告诉我，请写下我想让字更美吧。更多教学的分享，请看下方留言栏或描述栏处哦。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